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不敢，我不配，我不好，低自尊人群的自救指南。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总是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总是害怕自己比不过别人，甚至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都会让他们破防。旁人有时候会用自尊心强这样的话来评价他们。其实在心理学中，这种所谓的自尊心强恰好是低自尊的体现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好像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低自尊的人知道自己这种特性会让自己的生活有多痛苦。今天在征得一位来访者小佳的同意后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案例。小佳绝对算得上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考的是名牌大学，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很快入职了一家知名企业。可是小佳却越来越不开心。她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会错过很多机会。比如之前公司组织竞聘的时候，她因为在演讲时过于紧张，失去了升职机会。还有部门评优时，她本来想申请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小佳后来就在想，是不是自己的能力还不行？于是她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每天都是部门里最忙的一个。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。她总感觉每到关键时刻，内心就会冒出来一个声音阻止她。那段时间，小佳对自己很失望，工作效率也大大下滑。一向仔细的小佳接连犯了好几个低级错误。她还记得有天被主管拉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。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，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答案，所以她找到了我。听完小佳的讲述，我很理解她的内心感受。明明是位天之娇女，并且她所拥有的生活别人羡慕都来不及，可是她却越来越觉得窒息。那时我的心里也已经有了一些判断，但是我想进一步验证心中的想法。于是我问小佳，当时竞聘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紧张？小佳想了想说，她其实一直觉得自己能进到现在的公司是走运，因为她入职之后才知道同事们的学历大都比她好，能力也比她厉害，她在同事们当中非常普通。当时在发言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位领导轻微地摇了摇头，他就觉得自己更没戏了，于是便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我接着问道，之前那次内部评优又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退出呢？小佳说，害怕自己最后没评上会被别人议论，说他没本事还要出风头等等。听到了小佳对两个问题的回答，我肯定了先前的猜测。过去发生在小佳身上的种种事情，其实就是她的低自尊在作祟。当我把这个结论告诉小佳时，她有点愣住了，甚至不太了解低自尊是什么意思。我解释道，低自尊的典型表现就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不行，总是害怕尝试，不敢接受一些挑战等等。就比如之前的竞聘演讲，领导的摇头不一定是针对他，可能只是脖子酸了。再比如他在还没尝试的时候就担心失败后会遭到同事们的嘲笑。直到这时，小佳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他。可认识到问题还不够，最重要的是让小佳能够正确地认识他自己。于是我在第一次咨询的结尾给了小佳一个建议，那就是停止自我攻击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要一味地否定自己，因为自我攻击就是在降低自我价值，次数越多就越认为自己不行。一开始当小佳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她还是会克制不住地责怪自己，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。但是我都会去及时地开导她，跟她一起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帮她理清到底哪些是她的问题，而哪些跟她没有关系。在之后的咨询中，我把重心放在提升他的自我价值感上面，让他明白自己是可以的。
为此，我告诉他一个秘诀：先求有，再求好。我让他只要是遇到适合的机会，一定要先拿到手上，不要求十全十美，超过及格线就可以。慢慢的，小佳接手了一个又一个项目，最后完成的都不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得到了领导们的好评。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咨询的时候，小佳对我说，原来他一点也不差。看着小佳的成长和蜕变，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开心。生活里，我们从来不是只有一个选择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。好了，这段咨询经历就分享到这里。